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时润公务车系统液压油的更换。那多久要更换一次刹车油呢？根据时润原厂的建议是每1年要更换一次，但是呢，每位骑士的骑乘频率跟状况其实蛮不一样的。那所以这个1年的时间其实蛮笼统的。我会建议根据刹车来令片的磨耗情况来决定更换刹车油的时机。例如，大约是2次更换刹车来令片的时候，那这时候你可以考虑同时要更换这个刹车油，或者是如果说你的骑乘状况发现刹车的比较空洞的情况，那这时候你也可以考虑要更换刹车油。好，那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吧。首先，我们先来介绍这是需要用到的一些用品跟工具首先要更换刹车油，你要有一个刹车油的那个 bleeding kit 这次用的是 Jaguar 的那 DOT 系统用的。那它本身呢，它有出一个这个时润 HRS 专用的转接 kit 你一定要有这个才能够换时润 HRX 系统的。那当然你要有一组那个 DOT 的刹车油这个是 Avid 的，是跟时润是同一家的。那你还有需要的这个是时润卡钳的 block 待会需要一些相对应的一些工具这 T10 的扳手也需要一个5号的6角扳手配合需要使用的扭力扳手。那如果有需要清洁的话呢，有这个抹布这个是清洁用酒精。那因为是用油压油，所以要注意一下，要做一个眼睛的保护，还有这个手套。以上就是这些今天会需要用到的这些工具和用品。开始呢，我们来准备这次需要使用的这个注射针筒。那分为它基本上需要2组一个是放在刹把上面那另外一组是固定在那个油压卡钳上面。那我们先把相对应的这个配管装上去。这一组是上面的，那这一组，那这组配管是给那个固定在油压卡钳上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准备这个液压油。首先用这个注射针筒把它抽个大概抽大约3/4这是要放在上面的。那再来呢，这个我们跟它抽大概些许就可以了。这个因为这个到时候会把上面的油换下来，为了避免空气跑进去，所以这边一定要先注油，但是这边油不需要多，只要有就可以了。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注射针筒把它抓垂直，抓垂直，然后拿个纸巾，这样子稍微包一下，这个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空气完全排空。那你一定会多一点点的液压油跑出去像这样，一定会有一点点液压油跑出去这没关系，就是用纸巾把它吸走，吸好之后呢，这个把它关起来，这样。另外这边也是同样的步骤，把这个把空气排空。排空之后就把它关起来擦干净。好，那这边这样准备工作就完成了。要更换刹车油，当然我们需要一台车子所以我们先把车子固定在工作台上面。这次用的是这个 PRS 25，那
会用这一组工作台的原因，是因为它可以调整那个角度，待会在操作的时候，在做空气的那个排放会比较方便一点。好，那我们前轮已经先拆掉了，那我们接下来做相对应的这个步骤。好，那我们先做前夹器的更换。好，那我们要先把旧的来令片拆掉。那拆之前呢，这边有一个那个金属扣，把它拔掉，然后用起子，这是6角扳手，把螺丝松开。螺丝松开之后呢，那你这个来令片就可以拆下来了。来令片拆开是这个样子。好，接下来呢，我们用这个卡钳这个 block 卡住这个的主要目的是卡住这个里面的这2个活塞。那待会在操作换油的时候呢，需要去对这个油压砂把做那个挤压的动作。那为了避免这个活塞被挤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用这个 block 把它卡住。那如果你没有这个原厂的 block 呢，你只要找一个任何的东西可以卡在这个地方，卡紧它，让它不会有那个活塞不会动就可以了。好，来我们把这个握把套掀开，就可以看到这边有2个螺丝，这个是调整那个砂把接触点的。那这个就是注油的螺丝孔。那我们先把这个接触点的螺丝放到最松，那这时候再拿，这是T10的工具，然后转开，它会有点油跑出来，没关系，先不管它。然后呢，先把这个那个换油的注射针筒锁上去，先锁上去，锁好之后呢，因为会有一些油跑出来，先把它擦掉。DOT 油要特别注意清洁，要一直不断的清洁。如果有油溢出来的话，这个样子。好，接下来呢，我们找到卡钳的注油口，在这里有一个黑色的橡皮塞，把塞子拿起来。会有一个那个4号6角扳手，可以把它先松开。松开之后呢，轻轻的再带回去。带回去之后呢，把刚刚准备好的这个注油管呢，把它塞进去，会有咔一声。这时候呢，就逆时针方向转1圈。记得不要多转，就1圈。好，就这样。这时候呢，把这个注射器的这个油管这个阀打开，打开之后呢，它的这个油就会通到这个整个油压系统里面去。那这时候呢，当我们轻轻的往下面压它的时候，在压的同时呢，当我挤压上面的这个注射针筒，把油注到这个油压系统里面的时候呢，可以看到它的下面这个注射针筒呢，就会慢慢的浮起来。我们压这个注射针筒这个油呢，不要全部把它压进去，让它留下一点点。这时候我们就先停起来，因为我们这边还要再重新灌一次新的油进去，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刚刚的动作是把旧的油从这个油压系统里面把它挤出来，那我们现在再灌一次新的油进去，来做这个那个排空气的这个作业。刚刚底下的油从上面挤下来之后呢，那因为是旧油，所以就把它倒掉。那现在重新再换一次新的油。那这边现在就是现在放在比较低的这个那个注油筒的位置。那当我慢慢的把刹车油呢从上面这个注射针呢往下面挤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注射针油慢慢的增加，
那现在这个动作呢，就是的目的就是，利用油在这个油压管里面的这个流动然后把这个里面的空气把它排出来。那我现在呢，在砂把的上面拉这个注射针筒，那我往上拉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吸力会把这个液压油往上吸往上吸的时候呢，这时候呢，如果有空气呢，会跟着空气排出来，那下面的这个油呢，也会跟着减少可以看到这个这样的操作。那这样的操作呢，大概重复个2到3次，让这个排空气的作业可以顺利的进行。那主要就是说呢，如果说你在这个挤压或者是那个吸取注射针管的时候，有看到比较多的那个气泡呢，就代表里面还有比较多的空气。这时候呢，你就要重复做这个动作。那如果说你的操作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也没有什么气泡，没看到它那个油压管里面有气泡出现的时候呢，那就代表这个作业应该已经就差不多是完成了。那这时候就可以进行下一个步骤。接下来呢，我们把下面的这个注油孔把它那个锁起来。那锁起来的时候，你直接旋转这个套件顺时钟方向旋转。但是你旋转到紧的时候呢，不要用力，就是你到旋转不会动的时候呢，这样就可以了。那这时候把这个卡钳锁起来，然后这时候呢，把它往外面拔出来。那这时候用那个4号的6角扳手把它锁上去，这时候再把它锁紧。锁紧之后呢，好，那下面的这个下面这边的作业就结束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变把这边的操作。接下来呢，我们就是按压这个砂把，按压这个砂把，那看看有没有气泡从这边跑出来。现在目前看起来是没有。接下来的操作呢，就是我们先用力拉这个注射针筒，往上拉，这样会产生一个真空。这时候呢，气泡不是很多，如果还有气泡呢，它就会跟着从这个管子跑出来。你可以检查一下。那往上拉之后呢，再把它往下面用力挤压，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那个压力。那这个动作是有助于说，如果说这个油压管里面还有空气的话呢，它就会跟着跑出来。现在拉就可以看到一点点，会有一些空气跑出来。那你看，就是说空气比较少的时候呢，你这时候你在做那个压注射针管的步骤，压完之后呢，你再往上拉，产生真空，它会有那个空气跑出来。那最主要是看这段管子这边，如果没有太多的空气出来，那这样基本上这个作业就完成了。这样，你可以多做几次。确保这个空气都有排空这样子。可以多做几次可以确保这个空气都有排空。好，那空气排空之后呢，我们稍微轻轻的压一下这个注射针管，轻轻的压之后呢，然后呢把这个阀关起来。好，关起来之后呢，阀关起来之后呢，那我们就松开这个注射针管，松开之后呢，会有一些油跑出来，先简单的擦一下之后，然后把这个螺丝锁回去，擦一下。然后拿这个扭力扳手，这大概是在1.5到1.7左右的扭力值，看不到。好，可以了。那
这边作业完成之后呢，就是拿这个酒精，这边把它喷一喷，擦一擦。DOT 的油会有腐蚀性，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你在操作的时候呢，不能去碰到烤漆啊，或者是其他的部位这样子。便把上面清洁完之后呢，那我们卡钳的部分也是一样，你可以喷一些这个酒精，做一些清洁。那清洁，那同样的就是这个来鳞片这个座这边呢，一样也是可以把那个酒精喷进去，喷进去之后呢，用这个要把它擦干净，里面还是蛮脏的。那 DOT 的刹车油本身因为它具有腐蚀性，所以在操作过程中呢，要注意不要去滴到你的烤漆。那万一有滴到呢，要赶紧像这样子把它擦拭干净。那卡钳的部分也是一样，就是把它有任何去沾到的地方，就要把它擦拭干净。然后刚刚有拆掉的这个保护的这个橡胶垫，那记得再把它装回去。好，接下来呢就安装刹车皮。那安装刹车皮呢之前呢，记得换一双新的手套，因为旧的手套可能已经沾了这个刹车油，可能会有些污染。那你继续碰到刹车皮的时候呢，它有可能会这样呢容易产生噪音的问题，所以就记得换一双新的手套，然后呢就把它装上去。装上去之后呢，这个螺丝再固定上去，轻轻的锁上就好，这不用锁太用力。然后呢，有一个这个固定簧片，记得把它装上去。刹车皮这样就安装完成了。这时候呢，我们把前轮把它装回去。前轮装上去之后呢，我们按压这个刹把，它会自动调节这个来鳞片跟那个碟盘之间的间隙。如果你按压几次之后，确定这个力道跟这个行程没有问题的时候呢，那你去转一下这个轮子，就是刹车，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呢，那就代表这个换油的这个作业呢，完成了。那就是以上就是今天这样的分享，希望大家会喜欢。